看战事。海神庙被砸，龙族护法赶至，几条苍龙显出真身，在空中龙吟怒吼。隔壁李马神教的凡人众教顿时惊慌失措，迅速鸟兽虫散状，小部分跪了下去，现场皈依海神教。这个过程并没有增加业障。待人群散开，变故突生，混杂在李马教众内的几道黑影冲天而起，对这群龙族护法发起突袭。李长寿刚将视线转向此处，就看到漫天的龙爪挥舞，数百道宝光闪烁。众海神教龙护法平均每条龙祭起了10几道宝光，一波猛砸，将那几道黑影瞬间就撕碎了。李长寿哎，这不愧是洪荒龙大户啊，果然是为所欲为啊。但是随之李长寿的心底泛起了一丝狐疑，刚才那几道黑影，2名真仙，3名天仙境，直接冲出来又有什么意义呢？不对，这个情形我似乎在哪儿见过。血纹。李长寿的心底刚刚泛起这2个字，空中一条金光闪闪的苍龙突然仰头怒吼，一双龙目化作血红，张牙舞爪，对侧旁同族撞去。3头苍龙接连出现异状，龙族众护法陷入大乱。正此时，原本那4逃的凡人教众之中，又有上百道人影冲向空中，其中不乏天仙境中期后期，气息混杂，人妖灵皆有之。目睹此景，离了何止10万8千里的李长寿也不由得露出了少许苦笑。呵呵，这什么仇什么怨啊？文道人故意跟我过不去吗？这因果结的，若我在洪荒有自保之力了，定是要扬了这个文道人才行。话说这文道人都是从哪儿找的这些傀儡素材呢？若李长寿推断的不错，应当是从3000世界中搜掠而来，为他所用。这些龙族高手怒火攻心，此前2太子殿下的命令尚在耳旁，一名龙族高手大喝一声：“后撤！”于是这数十位龙族高手并未恋战，立刻突围，留下了几具龙尸和3头被控制了心神之龙，朝东南方向远遁。后方那群血纹傀儡穷追不舍，但是龙族单飞，少顷便拉开了距离。龙护法们急飞不久，前路突然出现伏兵，被阻击之后，龙护法们立刻转向东北方向，逃得非常的狼狈。这数十龙护法此时心底当真是憋屈啊！若非此前2太子有严令，他们必须要遵守，当真是要跟这些家伙拼个鱼死网破，不对，龙死网破，捍卫龙族之尊。南方千里之外，龙族3000仙蛟兵已经是浩浩荡荡的杀来。与此同时，一道道黑影于数百里之外某处山谷中掠起，竟然有3、4千之数。这数十名龙护法已经成了双面的诱饵。一切果然如长寿兄背后的那位高手所料。被2位龙族高手带着在空中疾驰的敖乙心底不免一阵感慨。若敖乙仔细想一想，这句话其实不太妥。若是能够料敌之先机，一言道破，那才算是真正的料事如神。李长寿背后的那位人教高手不过是将几个可能发生的情况罗列了出来，并一一给出对策。于是敖乙心底又换了一声感慨：人教高手做事当真稳妥。接下来的战事发展与那26步之中的一条线基本吻合，数十龙护法勉强逃到了龙族大军埋伏的那片连绵荒山，数千敌影掩杀而来。敖乙率3000仙蛟兵，数十龙族高手及时驰援，与对方正面拉开架势，爆发大战。当双方短兵相接，斗法余波震动方圆数千里，战场四周的大山之中突然冲出了3000仙蛟兵，抄了这数千敌影的后路。霎时间，苍龙漫天，蛟龙怒吼，
6000仙蛟兵、上百龙族高手，将这3、4千血纹傀儡围起来，一顿胖揍啊！空中的人影如同下饺子般的不断落下。大战开始前，龙族已经注意到了对方有控制心神的神通，他们在洪荒混了这么多年，如何没有应对之法？战局顿时呈现一边倒的态势。但是血纹傀儡的一大特征，那就是不怕死。此刻奋力反击，也给龙族这边造成了不小的麻烦。正此时，南赡部洲与西牛贺州的交界之地，山野之中的隐秘洞府内，文静道人此刻正轻轻皱着眉头。这些龙族为何有些不像龙族，还会设计埋伏了？文静道人冷笑了一声，那数千傀儡死伤，他自不会有半点心疼，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再控制一批。但如果只是这般水准，你们今日还是不免一死。论后手，你们如何比得过本座？文静道人的嘴角勾勒出迷人的微笑，抬手摸出了一只血色玉蝶，指尖在其上轻轻滑动，玉蝶中传来了一阵嗡鸣声。文静道人缓缓开口：孩儿们，去灭掉这批小龙龙。玉蝶传出的嗡鸣声顿时更响亮一些。南赡部洲西南，龙族兵马埋伏圈上空，那数千血纹傀儡已经死伤过半。距离他们1000多里的一处荒山上，一只只黑色的大蚊子自荒山山林中飞出，涌向高空。蚊子们飞到空中，化作了一名名面容相近、身着黑色甲胄的人影。不过转眼，人影便已经过万。他们在空中列阵，黑压压的一片，却寂静无声。远古凶兽，血翅黑纹群。若论个体的修为，一只血翅黑纹堪比人族真仙境炼气师，其中还有不少高手。而他们最恐怖之处还在于合力为战。当下，这片黑云散发着冲天的血气，朝龙族大战之地蜂拥而去。龙族即将大获全胜，突然又有强敌现身，但是龙族并未自乱阵脚。敖乙当机立断，命各部全力出手，先将眼前之敌击杀干净，又立刻摆出迎战的阵势。万文浩浩荡荡杀来，5000余仙蛟兵结好防护阵势。敖乙暗中捏了一把汗，仅仅是片刻，两军即将接战。下方山林中突然冲出了漫天仙光，一座大阵如海碗倒扣，将方圆100里的荒山野岭直接笼罩。就听得隆隆的鼓声自大地深处传来，一群群仙蛟兵飞出地下，冲天而起，四面八方9天10地。正面5000仙蛟兵一改此前手势，突然露出狰狞蛟龙爪，悍然前攻。都是远古混过来的，他龙族还是远古的爸爸，又岂会怕了这些臭蚊子？合计2万仙蛟兵，300余龙族高手，开始了第2波反包围。空中大战时，又有300名壮汉从一侧山林之中冲出，他们半数手臂化作正常粗细，其上光芒涌动，凝成长弓箭矢，拉弓射蚊，半数在那大呼小叫，口中呼喊不停。更有2名壮汉扛着2只灵兽袋，在各处撒出一只只碧玉一般的小蛙，为这场大战更增一抹健康的色彩。大局已定，站在帅旗之下，正注视战局的敖乙突然又想到了什么。他在怀中取出了一支竹简，上面赫然写着退敌26部之27杨辉篇。是时候打开此卷了。东胜神州渡仙门，破天峰百凡殿前。怎么这么多蚊子呀？李长寿揉了揉眉心，心底略微思量着，
文道人要灭南海神教，只需要发动突袭，数千血纹傀儡足矣。为何后面会冲出这过万的黑衣道人？还好此前我出于稳妥，让龙族稳了一次。心底虽然有些思索不透，但是李长寿眼见战局已经平稳，龙族大胜已是定局，便不再多管，迈步入了百凡殿，朝着角落而去，跟几位相熟的长老打了招呼，送上美酒与灵鱼，得了长老应允，这才朝着百凡殿前的圣人画像而去。李长寿在袖中摸索一阵，拽出了3根大拇指粗细、3尺长的高香，在一旁烛台引燃后，恭恭敬敬地插在了香炉中。旁边的几位外务长老有些纳闷，不明所以。李长寿后退3步，一撩道袍下摆，老老实实地跪了下去。人教教主在上，弟子李长寿诚心求诏。本来李长寿这一次过来也只是求一个心安，他一没有诵读感念祷文，二也没有酝酿什么感情，只是按照惯例在此地上个香罢了。但是让李长寿没有想到的是，今天那画像的一个角轻轻地晃动了一下，一抹道韵流传开来，落在了他的身上。懵逼树上懵逼果，圣人向前一哆嗦，怎么就突然灵验了呢？李长寿嘴角不断地抽抽着，他可是没说半个字，没冒半句话，只是上香，在这儿给道成源流祖师爷磕个头。这抹道韵自然是似曾相识了。当初为了求这一抹道韵降临，九巫师伯哭完，有毒师妹哭，又费心的修改台词，勉强请得画像显灵。如今就这么随意了吗？李长寿的心底立刻警醒过来，老老实实的趴着，心底感慨横生。总算是也在圣人老爷面前混到眼熟了。生命安全系数虽然没有直线飙升，但比起之前跟脚厚了何止数倍。但是让李长寿有些不明白的是，这一抹道韵一直缠绕着自己，可他既没听到什么传声训示，心底也没有什么感悟。片刻之后，道韵还在，画像已经归于平静了。而刚才感觉到那一抹道韵的2位长老，此刻也都有些狐疑，并未发现有什么其他状况。2位长老看着那3根高香，心底不约而同地泛起了这般念想：应该是上香有所不同的原因吧。又片刻后，只有李长寿能够感觉到那道韵还在，但是此时画像已经没有了任何异常，围观的长老们也都不再多关注这边。毕竟李长寿来上香已非是1次2次了。李长寿虽然不明所以，满头雾水，但还是静静地在那儿趴着，等待圣人老爷下一步指示。然而此时懵了的并不只是李长寿。在9重天阙兜率宫的后院，那棵熟悉的老树下，今天的风儿虽然不算喧嚣，但是却透着一股奇怪的味道。是老君的2位小童子在尝试炼制灵丹，似乎这一炉又要散掉了。一身玄色长衣的玄都大法师正盘坐在树下的蒲团上，皱着眉头不断地掐算。他心底浮现出的画面中，有一位年轻弟子正跪在老师的画像前，不言不语也不说话，只是在那儿跪着。这种情形自然是被敬爱的老师太清圣人老子用玄都大法师都不能理解的神通，把这个感应给转了过来。但玄都大法师此时也颇为的费解啊，他推来算去，只能知道这情形发生在上一次那家差点被人灭了的东周渡仙门。这年轻弟子所求何事？为何跪着？一概不知。渡仙门此时各处也都是十分安宁，
没什么大事发生。能惊动老师，必然是有什么大事。玄都沉吟了半声，开始推算这位年轻弟子的生平过往发生了何事，结果有点意思，有人替他蒙蔽了天机。玄都挑了挑眉头，左手凭空一拽，指尖如泼墨一般慢慢地甩动，一张太极图的虚影漂浮于他掌心之上，右手并起剑指，对着太极图虚影轻轻一点。玄都闭目凝神，细细推演。很快，玄都心底就泛起了一丝明悟。此时自己心底感应到的这个家伙，名叫李长寿，渡仙门的年轻弟子，年龄不足200岁。完了，玄都有些错愕，仔细琢磨通过太极图推演到的讯息，随后便挑了挑眉。一个小弟子的跟脚，他既来太极图的威能都推演不出，这就有些过分了吧。玄都又推演一阵，这次很快就确定了，自家老师此前出过手，替这个小弟子遮掩了什么，似乎就发生在不久之前。有意思，老师多少年不曾出手了？自巫妖大战之后，人族先贤3皇5帝归于火云洞，6位圣人便隐居不出，不在人前显圣。如今老师竟会主动出手，帮一个偏远道成的小弟子遮掩天机，到底有什么大事？玄都大法师不敢去问自己老师，那样呢容易被老师罚禁足，每次都是万年起步，谁受得了啊这？既然这件事儿是围绕着这个年轻弟子，那他直接去找这个弟子问问就是了呀。玄都缓缓起身，自身长袍若水流一般流转，心底又泛起了些许明悟。龙族入天，这是圣人老师给的提示。玄都顿时明白了，下面跪着的这个年轻弟子是龙族入天中的关键人物。至于龙族怎么入天，为什么入天，这个年轻弟子在这件事中能发挥什么作用，那就是玄都大法师此时所不知的了。